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女士，你说你也来了，回去就准备被批判吧啊！我跟你讲哈，我没那么重要，你比较重要。我也无所谓。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说到台湾政坛，有这么一位奇女子啊，她个子不高，但是气场2.8米，脾气火爆，敢说敢做，江湖人送外号小辣椒。谁呀？就是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这位柱姐啊，那可是政坛里的一股清流啊，作风向来是直来直往，从不拐弯抹角。就在前阵子呢，他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直接把这个台湾岛内给炸开了锅。啥事呢？他跑去大陆参加了那个纪念抗战胜利的93大阅兵。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背景我给你先铺垫2句。这个93大阅兵在大陆这边那是何等庄严肃穆的场合，是为了纪念咱们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打跑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是展现国力、振奋民族精神的头等大事但是在台湾的民进党当局眼里这个就不是那回事了。在他们的政治语境里大陆的一切那都是威胁，都是统战。所以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当过大官的，谁要是敢跟这个大陆走得近，特别是参加这种官方活动那简直就是犯了天条是要被架在火上烤的。所以当这个洪秀柱要参加阅兵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你猜怎么着？民进党那边整个就跳起来了，那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个洪秀柱出发前，各种关心、提醒，甚至是威胁，跟这个雪片一样就飞过来了。首先出场的是谁呢？是民进党当局的安全部门。这部门一听名字就挺吓人的，直接就点名了说你洪秀柱还有那个马英九，你们这些国民党当过大官的，跑去参加大陆的阅兵，有安全疑虑。你听听这个词安全疑虑说白了是啥意思就是警告你你敢去，你去了后果自负，回来以后咱可得好好聊聊，查查你是不是有啥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给你穿小鞋之前的预告他们想用这种方式给这个洪秀柱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知难而退。结果呢，洪秀柱是啥反应？小辣椒的脾气能被你这3言2语给吓住他根本就没搭理，行李照收，飞机票照订，一副我就要去，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架势。眼看着这个恐吓这招不好使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又跳出来了。这位发言人可就更狠了他直接玩了一招挑拨离间。他对着全台湾的媒体喊话说，洪秀柱去参加大陆阅兵，这是对台湾的背叛，你们国民党应该拿出点骨气来，把他开除党籍。你听听他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明面上是骂洪秀柱，实际上是把这个国民党架在火上烤。那他的这个潜台词是朱立伦，你看看你家的前主席都跑去投敌了你管不管？你要是不管，你就是跟他一伙的，你就是不爱台湾。那你要是管了，那你国民党内部就得先打起来。这一招够阴的吧？就是想让国民党陷入两难，要么呢跟这个洪秀柱切割，引发内乱，要么呢就得背上亲中卖台的黑锅。那一时间这个台湾岛内的舆论是乌烟瘴气各种亲绿的媒体名嘴轮番上阵把这个洪秀柱骂的是体无完肤，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那阵势给人的感觉就是洪秀柱这次只要敢踏上北京的土地，回来之后就算不被抓起来，那也得脱层皮。戏剧性的一幕就来了，洪秀柱是顶着漫天的口水和压力，义无反顾的去了北京，参加了阅兵，圆满的完成了行程。而且他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不卑不亢，展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风骨，赢得了两岸同胞，特别是大陆民众的广泛赞誉和支持。这一下这个球又踢回到民进党这边了。全台湾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你，民进党之前狠话说的那么满又是什么安全疑虑又是要开除党籍的，现在人家洪秀柱平安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办？是抓人还是法办还是怎么样？结果呢，到了这个9月4号，民进党当局的陆委会出来表态了这陆委会就是专门处理两岸事务的部门。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慢悠悠地说关于这个洪秀柱女士参加阅兵的这件事呢，经过我们研究
它呢并不属于我们的规范对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我们之前的法律啊规定的是现任的官员不能去，但是这个洪秀柱啊现在是老百姓，没有担任公职，所以啊法律管不着他。嘿，那你早干嘛去了呀？人家出发前你又是安全部门点名，又是这个发言人喊话的，搞得要跟抓特务一样啊！怎么人家一回来你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搞错啦，这事儿不归我们管。这还没完哦，这位梁发言人接着说，不过呢，洪秀柱毕竟是国民党的前主席，他这么做啊，国民党应该要负责，要给全台湾社会一个交代。这不是法律问题啊，这是政治问题。哎，你听听哦，这话术多高明啊！把这个皮球啪的一下又踢回给国民党了。意思就是，我虽然不能用法律办他，但是我可以从道德上谴责他，然后呢，让你们国民党自己去处理。你们要是处理的不好，我就天天骂你们亲中。这叫什么呀？这叫杀人诛心啊！更早一点啊，陆委会的副负责人沈友忠说的更有意思啊。他说，这事儿啊，应该由洪秀柱的原单位，也就是立法机构主动进行调查。我们陆委会呢会配合。这大白话就是说啊，哎，这烫手的山芋啊，我们可不急啊！立法机构的兄弟们，你们先上啊，你们去查，那查出点啥了，需要我帮忙了，我再来。这前前后后的一系列操作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儿。雷声大雨点小。在这个洪秀柱去之前呢，民进党是上下一心啊，狠话说尽，恨不得把这个天啊都给捅个窟窿。等到人家阅兵参加完了，在两岸都赢得了人气，他们一看这个风向不对啊，又悄悄的把说出去的狠话一句一句的往回吞。其实啊，这就是民进党的一贯作风。他们嘴里天天喊的那个抗中保台，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张用来骗选票的牌。真要是让他们跟这个大陆啊硬碰硬，涉及到什么敏感地带，他们比谁都怕哦，比谁都怂。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这个岛内啊制造恐惧，煽动对立，然后收割政治利益。一旦发现这个对手是个硬茬，是个小辣椒，他们就立马缩回去了。那么在民进党上演这出变脸大戏的时候，洪秀柱在大陆啊他又做了什么呢？93大阅兵结束后，这个洪秀柱还有更重要的行程，全国政协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他，这规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主席对洪秀柱说，这次阅兵啊，极大的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这话说得很重，也很有深意。这表明大陆方面非常看重像洪秀柱这样顶着压力前来参加活动的台湾同胞。大陆方面认为以洪秀柱为代表的台湾统派力量代表了岛内的一股正道，一股清流。那他们的存在展现了中华儿女对于祖国统一这个伟大事业的认同。洪秀柱在大陆的一言一行展现的就是这股力量的风采。这次的阅兵不只是一个军力的展示而已，是真的让世界各国可以看到，从此哪一个国家能够再来欺凌我们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中国人。所以看到这一部景象，让我们真的觉得身为一个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提洪秀柱过去那2段非常有名的振奋人心的论述。这第一段他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如果你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那你就不要留在中国的台湾。这话说的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直接点明了一个最根本的认同问题。那第二段呢，是他在竞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说的。他说，是中国人才来选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如果你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可以去另外组建一个台湾国民党，甚至是美国国民党、日本国民党。这2段话完美的诠释了他的政治理念。在他看来，身份认同是第一位的，是不可动摇的根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他才能面对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打压时面不改色，勇往直前。那这次他也是顶着这个压力参加阅兵，再一次展现了岛内统派的风骨。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了，难道民进党和赖清德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洪秀柱了？这个事儿就这么翻篇了？天真的我的朋友，
政治斗争啊，哪有这么容易结束啊？民进党这次虽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们只是暂时把这个靶子给收了起来，等到什么时候啊再拿出来呢？等到这个选举的时候，台湾那个亲绿的媒体人吴子嘉，他就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啊，他说赖清德会用洪秀柱来翻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等到了选举的关键时刻，如果赖清德的选情告急，或者是没有牌可打的时候啊，他100%会把洪秀柱参加阅兵这件事啊重新拿出来大做文章。到时候这个民进党所有的宣传机器都会开动，把洪秀柱塑造成一个卖台的典型，然后攻击整个国民党，说他们跟这个洪秀柱是一伙的，都是要引进大陆力量。他们打选战来来回回就这么一招，抗中保台。而洪秀柱因为他这个立场最鲜明，行为最出格，自然就成了最好最大的那个靶子。到那个时候这个国民党会不会站出来保护洪秀柱呢？哎呦喂，这还真不好说。就拿最近的一个例子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吕锦如，因为一些事情被这个检方羁押禁见了，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呢，党主席朱立伦拿出了什么有效的反击手段吗？好像没有，给人的感觉就是国民党在面对民进党的政治追杀时，往往是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有点软弱。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当这个民进党未来把这个矛头再次对准洪秀柱的时候，这个国民党内部可能会因为怕被拖累，怕被抹红而不敢或者是不愿意全力去保护他。到那个时候，这个洪秀柱可能就得独自面对整个绿营的狂风暴雨。所以说朋友们，我们要为洪秀柱女士这样的统派人士展现出来的风骨和勇气点赞。在当前台湾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敢于坚持自己的中国人认同，这需要何等的魄力和担当啊！同时我们也要时时刻刻的关注他的动态，关注这个岛内的舆论走向，因为这个民进党的攻击可能不会在大张旗鼓的时候到来，反而会在一种无声无息中用各种司法行政的手段对他进行打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关注形成一种舆论的力量，让那些想搞小动作的人有所忌惮。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